女子上山采药，却意外有了身孕，并且瞒着家人生了一对双胞胎。奶奶知道后，竟然带着儿媳要掐死他们。这一幕刚好被回来的孙女看到，想要出手阻拦，却被他们失手打死。小贱蹄子，少装死，赶紧起来！再不起来，我把你和2个小野种一起扔到后山喂狼去！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一个21世纪的特种军医，怎么变成了一个狼狈的村姑，还要被这个老刁妇骂来骂去的？一定是我醒来的方式不对。落雪想着，急忙又闭上了眼睛，可回应他的却是老妇人踹在他腰间的一脚。老骆家这是造了什么孽，居然养出你这么个黑心肝的小贱人，满肚子的坏水，还想装死害老娘，你怎么不真去死？老妇人说着就要伸手去打落雪，虽然还没弄清现在是什么情况，可落雪哪肯吃亏，快速起身，他才一站起来就感到一阵阵眩晕，一些本不属于落雪的记忆也随之涌进了他的脑海。原身是骆家老三的长女，学过一些食药本事，常上山采药补贴家用，是出了名的好姑娘，曾有婚约在身。可不曾想再一次采药的时候晕倒，回来后被诊出有了身孕。这孩子是谁的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今天上山回来就见着徐氏要掐死他的2个孩子，他想去救孩子，被徐氏和4婶梁氏推倒，头磕在了墙上，一命呜呼了。这时候他正好穿越过来。在如今这年月，未婚生子说出去虽然不好听，可这一双儿女却着实可爱。原主若是还在，能守着这2个孩子长大，也算圆满了。以后就让我替他好好活着，照顾这一双儿女，也不枉我来一场。心里想着，落雪一步步走向孩子。死丫头，还想动手抢这俩野种，不害死老骆家的人，你就不甘心是不是？他们就是灾星，要不是他们克了我，我哪能摔了跟头闪了腰？今儿我一定要弄死他们！你要是不想死，就乖乖的滚一边去，要不我连你一起收拾！放开！小贱蹄子，还敢跟我大吼大叫的！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看我不抓花你的脸！你要先对我动手动脚，那就别怪我不敬老。落雪微微用力推了一下，徐氏便接连后退，本就被落雪吓得有些腿软，现在被他一推，徐氏索性坐在地上撒泼哭吼。老天爷呀，这黑心肝的小贱人要杀人了，快来人了！闭嘴！凌厉的眸光扫向徐氏，仅仅2个字，却让徐氏的背后一凉。他总觉得今天的落雪有些不一样。把孩子给我。雪儿，你还年轻，不知这事的深浅轻重。这2个孩子说来也有老骆家的血脉，若是可以的话，谁忍心要了他们的命？可是他们真的不适合长在骆家。今儿是你奶奶无故摔倒闪了腰，明儿指不定还会发生什么事呢。雪儿，你总不会那么残忍，让整个老骆家都被这2个孩子克得没了命吧？林氏精明，一张口就给落雪扣了一顶大帽子。可惜落雪根本不吃这一套。我说了，将孩子给我。雪儿，林氏还想说些什么，落雪却不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他略显粗糙的手直接掐上了林氏的脖颈，不断用力。大伯娘，现在可以将孩子还给我了吗？在林氏看来，这一刻的落雪就像是从地狱走出来的恶魔，他的话林氏哪敢不应。4婶，给，根本不用落雪多费口舌，梁氏便急忙将孩子送了过来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等家里人都回来，自然会有人收拾他，我才不会傻乎乎的和这煞星对着干呢。人都说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，这2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根子，以后谁再敢动他们，我就跟谁玩命。落雪也不管徐氏等人的反应，他带着孩子直接进屋去了。看着落雪的背影，徐氏气得牙痒痒。老四媳妇，老四媳妇！娘，雪儿到底还是个孩子，她也不是诚心要跟娘你动手的，她只是不知道娘今日摔得有多重，才会只在意孩子的。我呸！他们母子3个没一个好东西，早晚得天打雷劈！娘你消消气，眼下都快到晌午了，爹他们也快该回来了。若是让爹瞧见家里闹成这样，指不定又要生气呢。听着梁氏的话，徐氏眼睛一转，身子一下子就软了下来，整个身子依偎在梁氏身上。徐氏哼哼唧唧的念叨：老四媳妇，快扶我回屋去！那小贱蹄子下手也太狠了，我浑身难受。老大媳妇，你赶紧去田里将你爹和老大、老四都叫回来。那死丫头真是想要我的命啊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外面的动静，回屋的落雪自然都听到了，不过他根本不放在心上。徐氏要闹腾，那索性就闹腾好了。之前原主太过软弱，才会抵不住徐氏作威作福，不但让孩子陷入了危险，自己也落得惨死的下场。我可不是原主那样好欺负的，有这一双孩子，我也满足了。等过些日子，再摆脱了这个家，赚钱养娃，过些悠闲的小日子，这比什么都强。落雪心里正寻思着，就听到门外传来了脚步声。死丫头，你滚出来，敢打我呢？今儿我要不弄死你，我就不姓骆。女子生下一对龙凤胎，可家里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并且奶奶还带人要掐死他们。原神想要出手阻拦，却被失手打死。这时候21世纪的军医落雪刚好穿越，开局就不惯着老太太，却没想到打了老的来小的。四叔，
爷爷也快回来了，你确定要当着他的面弄死我？老骆家怎么养出你这个不要脸的白眼狼来？未婚先孕，还敢动手打你奶奶！我这是为家里除害，就算你爷爷来了，也不会说什么的。骆长胜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怜惜，举起锄头就要往骆雪的身上打。在门口的梁氏心里盘算着小九九，突然听到了骆长胜惨叫，慌慌张的跑了进来。雪儿丫头，你怎么连你四叔也打？你是疯了吗？我不还手，难道要等着四叔打死我吗？你四叔也是气你打了你奶奶，只是想吓唬吓唬你。你也太不懂事了，下这么狠的手，我要找你爷爷让他评评理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一天天的闹腾，还动手，是不是要将这家拆了？爹，雪儿素来心软善良，若不是被逼急了，她怎么可能动手？今儿这是蹊跷，咱们还是仔细问问的好，说不准也不是她的错呢。老三，你说话可别丧良心，他根本就是个黑心肝的丧门星，喂不熟的白眼狼。今天这事是雪儿丫头的不对，哪有晚辈对长辈动手的？这是忤逆不孝。武帝和子镇可是要下场考试的，读书人最看重的就是品行和名声，这事要传出去，他们指定也得受影响。梁氏倒是更知道怎么拿捏骆允航，借刀杀人。骆长忠和骆子镇如今都是秀才出身，眼看着就要参加乡试了。骆允航瞧着他们，就跟瞧着宝似的。跪下！爷爷，我没错，为何要跪？忤逆奶奶，殴打老四，牵累家人，你还敢顶嘴？难道非得我亲自动手？爹，雪儿才生完孩子，身子正虚，她就算千错万错，都是我这个当爹的错。你闭嘴！爷爷，读书人看重品行和名声，可这品行和名声里，同样包括明是非、懂事理，更包括国有国法，不越雷池。我的确对奶奶动手了，也打了四叔，可这却是为了他们好，为了老骆家好，为了五叔和子镇哥的仕途好。我呸！胡说八道！打了人你还有理了？你当大家都是傻子吗？老头子，他连长辈都不放在眼里，这要是纵容下去，肯定得给老骆家带来大祸。长忠和子镇眼瞅着就要下场了，正是要紧的时候，可不能因为这死丫头误了事，你可不能心软。奶奶，你口口声声都是为五叔和子镇哥好，可你都做了什么？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你正带着大伯娘和四婶要掐死我的孩子，请问有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娘，五叔的仕途会不会受影响？有一个连婴儿都不放过的奶奶，子镇哥的前程会不会受牵连？这种时候我上前拦着，尽为人母的责任，又阻止奶奶大错特错，难道真的不对？我呸！那两个野种害我摔了跟头，掐死他们也是为老骆家积福。杀人积福，爷爷，这话你觉得说得过去？骆允航的眼神一下子暗了下来。之前只听林氏说骆雪打了徐氏，却不知道原来徐氏还想掐死骆雪的孩子，忍不住瞪了徐氏一眼。可当着这么多孩子的面，念着他的脸面，他终究没有开口训斥。至于四叔拿着锄头跑到我院里喊打喊杀，比奶奶闹得更凶，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四叔这作为，若是让人知道，说咱老骆家动不动就动粗，五叔和子镇有影响是一方面，只怕五叔娶亲，小姑嫁人也会有影响吧。爷爷，难道这时候我还不该动手阻止？雪儿丫头，你嘴巴厉害，倒是专会挑人的错处。若不是你对你奶奶动手，你四叔哪里会动怒？你怎么就不想想自己做了什么？那四婶可想过自己做了什么？若是有人要杀你家子货，子继，你还能不能克制住自己的火气，这么坦然地站在我面前跟我说不应该动手阻止？若是有人对你动手，你能不能思量前因后果，对自己说一句活该？这丫头今天就跟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不好对付，我也没必要上赶着往前凑，反正有徐氏呢，饶不了她就是了。梁氏的小心思，骆雪看得清楚，她倒是不多在意，她的目光缓缓落在骆允航的身上。爷爷，这家里的事你是最清楚的，谁什么脾气你也最明白。今儿这事起始因由我都已经说了，若是爷爷还坚持认为错在我，不顾老骆家的名声，不顾五叔和子镇哥的前程，想要惩罚我，那我也认了。老头子，你可别被这死丫头唬住了，那两个小野种连爹是谁都不知道，天生的贱命，死了也是活该。就他们还想挡着老五和子镇的前程，我呸，他们也配。你闭嘴，眼皮子浅的东西，你懂什么？老头子，你吼我，你居然为了这个黑心肝的小贱蹄子吼我！我嫁进老骆家这么些年，当牛做马，拉着孩子，我起早贪黑的，劳心劳力，哪一样不是为了老骆家好？到头来你们就这么对我？够了，好好的日子，你们一个个折腾的鸡飞狗跳的，没有片刻的安生。这日子要是不想过，就都给我滚出去！还有甭管那俩孩子爹是谁，他们也是两条命。你们要是真的动了手，就得下大狱，犯了错还不知悔改。再这样下去，
老五和子振早晚得被你们连累了。雪儿丫头，你也别得意，不论怎么说，对长辈动手就是你的不是，念在你刚生了孩子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可若是再有下次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都散了吧。徐氏怎么都没想到，打也打了，闹也闹了，可怜他也装了。可到最后，落雪啥事没有，反倒他挨了骆允航一顿吼。梁氏也知道徐氏心里不痛快，等家里的男人都下了田之后，梁氏才热了一些饭菜端到了徐氏的屋里。娘，我做了些饭菜，你吃一点。吃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。败家娘们，这会儿做饭油不是银子，菜不是银子，这么吃下去，家里早晚被你吃空。徐氏火气没处撒，索性都撒在了梁氏身上。梁氏嫁进骆家这么些年，她也知道徐氏的脾气，被他吼也不恼。娘，这柴米油盐都是银子，可这银子再重要，也重要不过娘的身子去。你也别心疼银子，等你吃好了，我跟你说一个赚银子的法子。啥？赚银子的法子？你能有啥赚银子的法子？娘，我这次是真的想到了个赚银子的招，只要娘允许，几百两的银子妥妥的能进娘的口袋。几百两？老四媳妇，你说说，哪来的那么大笔银子？你这到底是什么法子？来银子那么快？娘，之前姨母不是说她和镇上的王婆子熟吗？上次姨母来的时候，我还记得她说王婆子跟她念叨过，镇上的那个林员外膝下无子，一直想抱养个孩子。徐氏也不是傻子，梁氏的话都说到了这份上，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娘，五弟和子镇眼瞅着就要下场了，普通人家尚且讲究穷家富路，再说了，五弟若是这次能够高中，到时候别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商贾员外，这有权的有钱的还不得上赶着和咱们家结亲。娘不得多为五弟准备些银子做聘礼，让他脸面好看些。这么大笔银子，除了林员外那种富贵人家肯给，咱们还上哪弄去？娘，用2个野种换五弟前程未来，难道不值？当然值，那2个小野种让咱们老骆家丢尽了脸面，现在能为老骆家赚些银子，那是他们的福气。娘说的对，正是这个理，有娘帮忙盘算，五弟肯定能高中，再娶个大户千金做媳妇，圆圆满满。娘，你就等着给五弟操办亲事，准备着抱孙子吧。梁氏嘴角微扬，浅笑着恭维，好听的话一箩筐。听着这话，徐氏心里自然舒坦。不过还有那死丫头呢，咱们把孩子卖了，怕她不会消停。徐氏说的，梁氏又何尝不懂？只不过骆雪今儿打了骆长胜，梁氏心里不舒坦，他是打定了主意要撺掇徐氏卖孩子，挫骆雪的锐气，给他天天堵的。娘，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只要这满身气一签，这事就定死了。娘，你只管把银子收好。至于雪儿丫头，她就是再有本事，还能冲到林员外家去抢孩子不成？更何况说这2个野种卖出去，也不是去为奴为婢的，他们可是去员外家享福的。一般人哪有这个福气？雪儿丫头在外面瞎折腾，弄了2个野种回来，丢了老骆家的脸。娘，你心善，不嫌弃她不说，还养着她，现在还为那俩野种找了个好出路，这可是好心。老四媳妇，你说的对，我这就去找你姨母，让她去跟王婆子说，这事咱们得尽早办，早点把银子拿到手，那心里才踏实。妻子上山采药，却意外有了身孕，并且瞒着家人生了一对双胞胎。奶奶知道后，竟然带着儿媳要掐死他们。可他们不知道，原主已经不是曾经的原主，开局就不惯着他们，统统教训了一顿。气不过的恶毒四婶竟撺掇奶奶卖孩子。奶奶徐氏在听到计划后，也是连忙答应了下来。徐氏收拾了个小包袱，匆匆的出了门。徐氏走后没多久，骆雪的娘许氏就急匆匆带着孩子们从镇子上回来了。雪儿，得头伤的重不重？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伤？都是我的错，我就不该去镇子上的，更不该把子婷、子佩他们也带上。娘，你别哭，我真没事，倒是你这样子，我瞧了心疼。养儿方知父母恩，骆雪不是原主，可自己照看着2个孩子，深感不容易。再瞧着许氏，她能感受到许氏对她的好。奶奶啥德行，我心里有数。她看不惯我，也厌弃2个孩子，这都是明摆着的。她有倚仗，也有手段，想要搓磨我们，不过是早晚的事，这跟娘去不去镇子上没关系的。是我和你爹没本事，才让你和孩子们吃了苦。许氏说着，忍不住低下了头。她心里又怨又怕。徐氏是骆允航的继室，她早和骆长勇商量过，等老五的亲事办完了就分家。可她怎么都没想到，徐氏会这么着急的对孩子下手。雪儿，等回头我就和你爹说，咱们分家。听到许氏的话，骆雪自然也心动，可她很清楚，眼下根本分不了家。娘，我知道你心疼我，心疼弟弟妹妹和2个孩子，可眼下五叔和小姑都还没成亲，怎么可能分家？跟爹说了也无济于事，爹心里已经够苦的了，又何必再让他为难？
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日子再苦再难，我和你爹都能忍着受着。可2个孩子还小，若真的着了徐氏的道，那可怎么好？娘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没事的，更不会让孩子出事。隔天一早，落雪吃了口早饭，就进山采点补身子的草药。徐氏下午带着王婆子来抢孩子，败家玩意，一个个要翻天了是不是？还敢挡老娘的道！老四，去把这几个不识好歹的东西都给我拉一边去！眼皮子浅的货，没见过世面，也敢出来闹妖，欠收拾！三嫂，识相的话，你就带着自挺、子佩赶紧让开，也省得让娘动怒，受皮肉之苦。那是雪儿的孩子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谁也不能带走。老四，跟他废什么话？直接动手！不识好歹的东西，就是欠教训。三嫂，那就别怪我了。落雪从山上回来，看到这一幕，眼睛通红。他迅速上前，单手抓住骆长胜的木棍，一个反手就将木棍抢到了自己手上。他猛地抬脚，踹在了骆长胜的小腹上。娘，子婷、子佩，你们怎么样？没事，雪儿。可是孩子……落雪听着这话，迅速看向徐氏身后那2个抱着孩子的婆子，没有犹豫，落雪迅速走向他们，想要抢下孩子。小娘子，瞧仔细了，这可是2个孩子的卖身契，黑纸白字，容不得抵赖。没有我这个当娘的答应，你那卖身契就是2张废纸。小娘子好大的口气！王婆子见落雪不退让，脸色也暗了下来，连带着语气也更冷了几分。你们家里是什么情况？又有什么矛盾？我可管不着，我只知道从这卖身契一签，2个孩子就是林家的人了，跟你们老骆家1文钱的关系都没有。小娘子这么闹腾，是不把林家放在眼里吗？王婆子冷笑着挥了挥手，原本就围住了落雪的林家下人瞬间更向她逼近了2分。大姐，小心点！别怕，子婷、子佩，你们记着，人活在世，人不欺我，我不欺人。纵腰缠万贯，不可敌国，这是人之道义，不能改。可若是有人欺上门来，头可断，武器不能断，纵一生贫寒食不果腹，这是人之脊梁，不能丢。2人闻言，重重的点头。落雪瞧得出来，他们2个眼里都是担忧，也不乏恐惧。可是他们依旧站得笔挺，眼神坚定，身上透着股为了家人无惧无畏的气势，让人刮目相看。记住了就好，你们去把娘扶到一边去，照顾好她。可是乌合之众罢了。小娘子，你这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年少轻狂的时候，人的嘴都硬，可是再硬的嘴也得在拳头下服软。那就试试看谁的拳头更硬好了。动手！随着王婆子话音落下，林家的下人迅速动了，一个个冲上前。落雪不避不闪，反而拎着柴刀迎了上去。片刻间，林家的下人痛苦的呻吟，狼狈不堪。现在知道谁的拳头更硬了吗？孩子可以还给我了吗？卖身契已经签了，2个孩子就是林家人，就算去官府，林家也是站着理的。小娘子，你这么猖狂，目无法纪，不把林家放在眼里，你就不怕？那你怕吗？根本不给王婆子把话说完的机会。落雪微微用力，手上的柴刀不禁拉近了一些。作孽啊！怎么就遇上你们这一家子丧门星？你们还想杀人不成？姓徐的，你还管不管忧？徐氏看得身体直哆嗦，落雪这模样简直就是煞星，太可怕了。可他舍不得银子，卖孩子的事不能黄。广边的梁氏和骆长胜使眼色，跟徐氏狼狈为奸多年。梁氏很懂徐氏的心思，他会心的点头。下一瞬，梁氏和骆长胜直接冲着许氏去。妻子上山采药，却意外有了身孕，并且瞒着家人生了一对双胞胎。奶奶知道后，竟然带着儿媳要掐死他们。可他们不知道，原主已经不是曾经的原主，开局就不惯着他们。落雪拿出腰间的匕首，甩手朝着骆长胜扔了过去，匕首直直的插进了骆长胜的大腿上。我早就说过了，谁要动我的命根子，我就跟谁拼命。还想要命的话，那就老实点。小贱蹄子，你居然敢下狠手！你这种不忠不孝的玩意，就该天打雷劈！你跟我谈孝道吗？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如果我保护我的孩子就是不孝，那这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名声我认了。把孩子给我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放心，我不会要你的命的。你还不配来脏我的手。你们林院外是个生意人，声名在外，想来是不希望名声受损的。我一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看看最后到底谁吃亏。人有软肋就好拿捏，最怕的就是落雪这样无惧无畏不怕死的。你就不怕林家的报复？报复？我连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报复？有本事那就尽管来好了。那咱们就走着瞧，把孩子给他。落雪微微一笑，带着骆子婷、骆子佩他们就要走。等等，小娘子，你该不会以为我们林家是冤大头吧？你孩子抱回去了，可我的银子还没给我。谁拿了你的银子？你朝谁要去？这事跟我说不着。银子交出来。孩子我给你了，是你自己没护住，凭什么朝我要银子？你爱找谁找谁，反正我没有银子。王婆子被落雪收拾了，本就气得牙痒痒，3步并作2步冲上前，
抓着徐氏的头发，打了他一个耳光。老东西，还敢跟老娘玩这一套，真当老娘是吃素的呢？我告诉你，赶紧把银子拿出来，否则我让你有命呢，没命花！杀人了！你个黑心肝的老东西！老四媳妇，有事说事，你们怎么能动手？老头子，你可回来了！这死丫头黑了心肝了，她联合外人一起欺负我，还想坑我的银子。是骆家大哥吧？你回来了正好，你们若是还卖孩子，就赶紧让我包走；要是不卖，就把银子给我还回来，也不至于把事情做绝了。骆家大哥，你说呢？我呸！少说那些没用的，孩子我给你了，是你们没本事带走，关我屁事！你把老娘打成什么样了？我告诉你，老娘可是秀才爷的娘，你们这么欺负我，给我1000两，这是都摆不平，还想朝我要银子？够了，把银子拿过来，还给人家。老头子，你说啥？把银子还给他？老五和子振用什么读书？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？你怎么不为家里打算？咱老骆家还没到要靠卖儿卖女过日子的地步呢。瞧着徐氏不知悔改的样，骆允航也来了脾气。读书人讲究气节，靠着卖侄女换来的银子读书，他们的腰板能硬得起来吗？糊涂东西，你眼皮浅，别拖累了他们，再闹腾我休了你。徐氏听着骆允航的话，心里直哆嗦，可他真的舍不得银子，那可是500两啊。骆老弟，家里的事你得好好管管了。你们老五和子振眼下正是紧要的时候，你可别让这眼皮子浅的败家伙毁了他们的前程。杨大哥说的是，我一定好好管教他，不让他乱来了。你明白就好。李正，我有话要说。爹、大伯、三叔，今儿你们都在，我想请李正做主，我们3房要分家。许氏的话说的掷地有声，所有人都不由得愣了愣。父母再不分家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许氏平日里没少受徐氏搓磨，连半句怨言都不曾有过，可今日他却直言分家，可见是真的寒心了。老三媳妇，你个黑心肝的东西，我和你爹可都还在呢，你就打算分家？你是嫌弃我们老2口子活得长了是不是？爹，不是我这当儿媳的不孝，非要拆散这个家，只是我不能这么干，瞅着我的女儿、我的外孙子、外孙女就这么被人作践。雪儿丫头不守妇道，水性杨花，从外面弄了2个野种回来，我没赶她出门，还养着她到现在。你们不念着我的好就罢了，还说我作践他们，你们真是丧了良心，缺了大德了。允航老弟，你咋说？老三，你是啥意思？爹，不是儿子不孝，可雪儿娘说的对，大人怎么都能对付，但雪儿的2孩子这才出生几日就接连遭罪，若是我们再这么眼睁睁的瞅着，只怕他们就活不下去了。爹，就算儿子走到天边去，也是你的儿子，该干的活我依旧干，该尽的孝我也会尽，求爹给我们家一条活路，今儿就把我们分出去吧。骆长勇是骆允航最在意的孩子，也是家里最听话的，原本他最想照顾的儿子，现在居然说没了活路。老三，你跟我来，我跟老三单独待一会儿，你们都别打扰。骆长勇和骆允航聊了很久，回来后只说分家的事暂时别提了，等以后有合适的机会了再说。山里遍地的黄金却没人敢拿，老人们也不让村里女人进山。10个月前，骆雪只是进山采药，却没想到回来后发现自己有了身孕，如今刚生完孩子，身体还是很虚弱。他准备再次上山碰碰运气。青山村背靠着青牛、青龙2座大山，一眼望去，郁郁葱葱，绵延无尽，那就像是一个未被开启的宝藏。雪儿，骆雪认得此人，这是李正家的长孙杨凌轩。雪儿，我有东西要送你，你瞧瞧可还喜欢？林轩哥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。不贵重的。林轩哥，你的心意我真的领了，我还要进山，就先走了。任凭杨凌轩在后面叫了好几声，他也没回头。可没多久，他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，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就在草木堆里发现躺着一个男人。这是惹了什么活阎王，弄得这么狼狈？骆雪一边嘀咕着，一边拿出银针来，封住男人的几处大穴，减缓流血的速度。这是眼下救人最方便的办法。大家都警惕着点，这地方草木深，容易藏人，别中了他的埋伏。咱们可有好几个兄弟都死在他手上了，这次一定要抓住他，活剐了他，给咱们兄弟报仇。大哥放心，他受了伤，逃不了的。少废话，抓到了人把仇报了，你再的死也不迟。大家伙分散着搜，都仔细点，听到没有？是。救你命，还得给你收拾烂摊子，养儿子都没伺候你费劲儿，遇上我，你可是太走运了。等你好了，一定离我远点，省得让我跟着倒霉，记住没有？也不管男人听不听得见，骆雪念叨着，踉踉跄跄的去了距离他们不远处的一个山洞。差不多明天就能醒来，我把干粮和水给你放到这里了，祝你好运。骆雪看着男人身上的毒去除的差不多了，才下山去。闹腾了一整日，徐氏没占到便宜，反而还吃了亏。正窝火的时候，看到了骆雪。
把你竹筐的野鸡赶紧拿出来。那是给我爹娘的，别人谁也碰不得。奶奶要是想闹腾，那就闹腾好了，索性也让爷爷知道奶奶是咋苛待三房。你这黑心肝的丫头，都在一个屋檐住下，彼此啥德行，你我都心知肚明。我已经不是从前的落雪了，收起你那些搓磨人的功夫，我不吃那一套。你安安分分的，咱们相安无事，日子还像以前一样过。可若是你让我不好过，那我就让五叔不好过，让你更不好过。死丫头，你敢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把我惹急了。我没啥不敢的，林家的人多凶悍，奶奶是瞧见了的，可我还不是照样一只手就把他们摆平了。奶奶想没想过，要是这手段用在你身上会咋样？你这黑心肝的还想跟我动手？你那是不孝，是要遭天谴的。老天若是有眼，谁先干了坏事，自会先劈了谁。翌日，落雪记挂着在山上救的男人，将孩子交给他娘，急冲冲的就往山里走去。刚到青牛山脚下，一个女人急匆匆的冲了出来。落雪认得此女，她是青山村薛家的女儿，名叫薛秀秀。他们并没有什么交集。落雪绕开她，准备离开。见了我就跑，怎么你心虚了？心虚？我为啥要心虚？你勾引林轩哥，你不要脸，连野种都生了，还到林轩哥面前卖弄风骚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我警告你，以后离林轩哥远一点，要不然我就让我哥把你卖去醉红楼。之前落雪就觉得杨林轩在村里肯定会有很多爱慕者，可没成想他的烂桃花居然来找他的麻烦。眸光上下打量着薛秀秀，落雪不禁咂舌。你想啥呢？我说的你记住没有？薛秀秀，你喜欢杨林轩是又咋样？不咋样，只是觉得你长得挺丑，想得倒挺美。你最好认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你没有来警告我的资格，还有我不喜欢杨林轩，你没有来警告我的必要。你脑子要是不正常，就去找郎中好好瞧瞧，我还有事，没工夫陪你胡闹。落雪说完，绕开薛秀秀就要走，可薛秀秀这么被挤兑了一通，哪能放她离开？你脑子才有病，你长得才丑，你再胡说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林轩哥那么好的人，是你不配喜欢他，你要是再敢说林轩哥不好，看我不挠花你的脸。你想撕烂我的嘴，挠花我的脸？害怕了就滚远点，少往林轩哥面前凑，就你这种人，永远都不可能进杨家的大门。薛秀秀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落雪抓住了手腕，下一瞬，落雪直接给他一个过肩摔。现在知道疼了吧？知道疼了，就少闹点幺蛾子。我不是你老娘，没兴趣惯着你。你喜欢杨林轩那是你的事，少扯上我。再到我面前来闹腾，说些不着调的话，我见你一次收拾你一次。落雪再不理会薛秀秀，加快脚步，直接去了男人落脚的山洞。当落雪靠近山洞后，就发现了不对劲儿。这里有人来过，而且人数不少。山洞里空空的，没有打斗的迹象。在水壶底下发现了一张500两的银票和一块墨玉双龙佩。这里面没有打斗的痕迹，看来他是自己走的。落雪打算继续在山里转转，采些草药。没走多远，就看到一头狼在撕咬母鹿。已经进山了，你们都打起精神来，要是碰见了什么好东西，全都给本公子打回来，本公子都重重有赏。小心，小姐，今日可多亏有你，否则本公子还有家里的这些下人，怕是都要性命不保了。公子既然有这个自知之明，那以后还是少往深山里跑。小姐，在下父邵恒，敢问小姐芳名，家住何处？等稍后父某带人登门拜访，以表谢意。不必了，你要是有心，就把那狼处理了，免得引来狼群和其他野兽。这个自然。那就得了，你忙你的，别跟着我。落雪也不敢耽搁，她忙背着背篓下山，没有回落家，她先去了落允琪家。雪儿丫头，你这是咋了？身上这么多血，是出了啥事？三奶奶，我没事，我来给三爷爷送路血。你这丫头怎么还打上路了？你这才刚生完孩子，身子正虚着，这万一伤到了，那可咋办？三奶奶，这是我从人家设好的陷阱里弄出来的，我没动手。既然来了骆允琪和苏氏者，落雪也就没打算藏着掖着。三爷爷，这些东西我就放在你这了，鹿骨你留着泡酒，鹿胎我还另外有用，就麻烦三爷三奶奶先帮我收着了，等明日闲下来我就过来处理。你让你三爷爷嘴上解了馋，别说帮你存东西，就是让他跑山上去帮你打猎，他也肯干。这些鹿肉三爷爷和三奶奶留着尝尝鲜，另外2份就麻烦三爷爷走一趟，送到大爷爷和李正爷爷家里去，希望大家都别嫌弃。这都是好东西，稀罕还来不及呢，谁能嫌弃？雪儿，徐氏那老婆子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你没经过她就做主把东西分了，万一回头她找你麻烦，你咋办？三奶奶放心，家里那边我应付得了，就是万一奶奶找过来，三奶奶怕是也得多听些糟心话。让她来就是了，跟她吵了一辈子，我可不怕她。落雪也没在苏氏这多待，
背着半背篓鹿肉离开了。只是瞧着他的背影，苏轼到底有些不放心。你说徐氏那老婆子不会欺负雪儿丫头吧？雪儿为母则刚，这几次闹腾也让她硬气起来了。徐氏能作妖，在她手上却讨不到什么便宜，你就放心吧。你这是做啥去了？怎么沾了那么多血？你不会杀人了吧？真是天生的丧门星，弄成这样是想吓死谁呢？你这是跟谁动手了？整日的张扬跋扈，村里的泼妇都比不过你，还动刀子。老骆家这是倒了啥霉？咋生了你这么个狠心的东西？雪儿丫头，你这是咋弄的？爷爷，我可没跟人动手，今儿运气好，进山的时候遇见一头鹿，就顺道弄回来了，才弄成这样。徐氏听到鹿肉，双眼放光，也顾不得落雪了，他迅速冲到背篓前。咋就剩这么点鹿肉了？剩下的你都藏哪去了？吃老骆家的，用老骆家的，连带着你那2个野种也都是老骆家给你养着。你不念着骆家的好，还净想着从家里倒腾东西，你的良心喂狗了？老头子，这你可瞧见了，不是我找事，是这死丫头有外心。这要是一个个的都像她似的，那这个家我还咋管？梁氏瞧着，冷笑着添油加醋，落井下石。爹娘这话说的在理，雪儿丫头这事办的也太不地道了。要我说，这就得好好罚一罚，否则有人见样学样，那这家的日子还咋过？四婶张口闭口就是罚，可你哪只眼睛瞧见我藏私了？那这路你咋解释？你该不会是觉得我们没见过鹿，可以随你糊弄吧？且不说你为啥不带一整头鹿回来，单说只剩了这么点肉，这事就说不过去。老四媳妇说的对，这种自私自利、黑了心肝的东西，就该狠狠的罚。老头子，这死丫头心是越来越大了，你要是再不管，她就敢把这个家都掏空了，多半头鹿。这要是拿出去卖个好价钱，可是一家子大半年的吃穿嚼用呢。听着徐氏的话，骆允航沉沉的叹息，他缓缓看向落雪。雪儿丫头，你咋说？爷爷，我可没藏私，我刚生完孩子，身子虚弱，整头的我带不回来。我也知道一整头鹿能换更多的银子，可我弄不回来，也是没办法的事。那你就不会回来叫人帮忙？奶奶说的轻巧，青牛山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来来去去那么多人，我这白捡的东西一撒手人家拿走了，我找谁说去？到时候只怕连这点肉都没有。落雪噎得徐氏哑口无言，可梁氏却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雪儿丫头，你弄不回来一整头鹿，这我们也理解，可还是那句话，其他的鹿肉呢？这也就勉强算一半吧。我可不信你就那么败家，把其余好好的东西全扔了。的确不止这么一点，还有一点鹿肉，我做主送人了。啥？送人了？你这个败家伙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你还往外倒腾东西，你非得把老骆家折腾空了才甘心是不是？爷爷，回来的路上我碰见三爷爷了，我想着卓三爷爷和大爷爷还有李正爷爷他们都过来帮了忙，虽说人家没将这点事放在心上，可咱们总归不能忘恩不是，东西多少不说，总归是份心意，所以我就分了些鹿肉给三爷爷，顺带着让他帮忙给大爷爷和李正爷爷那送点。徐氏一听这话，瞬间火冒三丈，跟苏轼吵了一辈子。徐氏最不能忍的就是苏轼占他的便宜。败家玩意，你诚心要气死我是不是？给老三一家子送鹿肉，亏你干得出来！你不知道他们两口子欺负我，咋着？你还想让他们当你爷爷奶奶呀？早知道你有这个心，你一出生我就该掐死你，让你早投胎。徐氏不甘心，他话音落下，扭头就往院外走。你干啥去？便宜了谁都不能便宜那姓苏的老婆子，我去把东西要回来。那么贵的鹿肉，他想吃门都没有。滚回屋待着去，哪也不准去！你再敢折腾，去四处给我丢人，给老五惹事，我就休了你。爷爷，你别动怒，你身子不好，得静养着，等回头我进山里采点药，给你配个方子，也帮你调理调理。奶奶，医书上说鹿肉可是大补的好东西，等一会儿奶奶不妨做点，别管是炖还是炒，爷爷吃了都有好处。吃，赚银子的事你一样办不了，败家吃东西你比谁都积极。被徐氏数落，落雪也不生气，他瞧着徐氏浅笑道：奶奶，这也是为了爷爷好，不用你装好心，要不是你败家，你爷爷还能把身体养得更好点。雪儿丫头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我没事。落雪将自己捡了路，又让骆允琪和苏轼帮忙走人情的事说了。许氏听着落雪的话，心里高兴，却也不免有些担心。但是那点鹿肉，你奶奶就这么折腾，她要是知道你偷偷换了银子，还不得闹翻天？她再闹这天也翻不了。娘，咱们总得为自己打算。雪儿，她好歹占着长辈的名分，你不论做啥
都小心着点，遇事的时候也多想想，别吃了亏。娘，我想过了，等分家之后，咱就自己起房子，然后再送子婷、子佩他们去读书。到时候娘啥也不干，就专门坐着等着下人伺候，整日的吃好吃的，享享清福。你这丫头想得倒是美。娘，我会让你和弟弟妹妹们都过上好日子的。对了，子婷他们呢？他们瞅着你爷爷在家，你奶奶闹不出啥事来就出去了。丫头也过了几日了，你想好给孩子起啥名了没？想了2个，正想跟爹娘商量商量呢。虽然这几日闹腾，可孩子的事，洛雪也都放在心上了。她想了名字，只是还没定下来。我不求他们大富大贵，也不需要他们出人头地，我只希望他们能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长大，能堂堂正正、坦坦荡荡的做人。所以我给他们的起的名字也简单，就叫洛书乐、洛书甜，小名就叫乐乐、甜甜。娘，你说咋样？乐乐甜甜挺好，人这一辈子简简单单、快快乐乐的才是最幸福的。许氏正说着，就听到院子外传来一阵哭声。是菲儿。洛雪和许氏都是一惊，洛雪速度更快一步，她起身就冲出了门。二伯娘，这是咋回事？孙氏是洛长人的媳妇，性子很软，没少受徐氏搓磨。前阵子孙氏娘家出事，她带着孩子回娘家住了几日，这才回来。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我和霞儿、双儿回来，就瞧见了菲儿在哭，子潇和子琳也都灰头土脸的，像是跟人打架了。打架了？那子潇和子琳呢？在后面，霞儿和双儿带着他们回来的，应该快到了。麻烦二伯娘了，我先出去看看。刚一出门，洛雪就瞧见洛霞和洛双2个人，分别领着洛子潇和洛子琳到了门口。大姐，说吧，咋回事？这是跟谁打架了？是薛金榜，是他带着人打的我们。薛金榜是薛秀秀的弟弟，去隔壁村学了2年，连字也没认几个，打架倒是在行，把学堂折腾得乌烟瘴气的，直接被人送了回来。菲儿，你告诉大姐，他为啥打你们？是他姐姐。洛雪想着之前薛秀秀拦着她的模样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心里恨得牙痒痒，起身就往外走。雪儿，你干啥去？娘，你照顾着菲儿几个，我给他们报仇去。洛雪轻车熟路，很快就到了薛家门外。薛家大门紧闭，只不过简陋的木门根本遮掩不住薛秀秀和薛金榜的声音。金榜，你可真是姐姐的好弟弟，这次打得漂亮。瞧着洛家3房那几个孩子哭，我心里就舒坦。等一会儿姐多给你煮2个鸡蛋，好好的犒劳犒劳你。姐，那我要吃3个。成，别说是3个，就是10个姐也答应你。记着，以后遇上洛家3房的孩子，就给我往死里打。你打得越狠，姐给你的好吃的就越多。包在我身上。洛雪在门外听着，火气蹭蹭的往上窜，下一瞬，她提着斧头，猛地砍在了薛家的大门上。贱人，你居然劈烂了我家大门，你找死是不是？动了我弟弟妹妹，我没劈了你就算便宜你了，一扇烂门算啥？洛雪，你个泼妇，仗着自己有把子力气，就来我们家闹腾，你真以为我们好欺负是不是？信不信等我哥回来，把你卖进窑子里去？你哥那么有本事，那我等着就是了。可今儿的账咱们还没算完呢。洛雪说着，迅速上前。薛秀秀下意识的想跑，可她的速度哪赶得上洛雪？不过眨眼的功夫，洛雪就已经抓住了她的胳膊，把她扯到了自己身边。你想咋样？我告诉你，你啥都不用告诉我，威胁的话我听腻了。现在我来告诉你我要干啥。薛秀秀，你知道啥叫欠债还钱，血债血偿吗？我这个人最恩怨分明了，虽说动手的是你弟弟，可幕后主使是你。我没兴趣跟小孩子计较，可你跑不了。你不能动我。为啥不能？下一瞬，他一个耳光抽在薛秀秀的脸上。洛雪下手力道大，不过眨眼的功夫，薛秀秀的脸就红肿了起来。疼吗？这是你欠我家菲儿的，4、5岁的小姑娘，你们能打肿她的脸？我没让你满地长牙，已经便宜你了。你泼妇，这就是泼妇了。你也太小瞧我了。薛秀秀，你记着，你喜欢谁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你少扯上我，也少来给我找不痛快。你要是再敢耍心思动我家里人，我今儿能打肿你的脸，明儿我能打花你的脸。不要，别毁我的脸，我不会再找你麻烦了，我保证不会了。雪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饶过我一次吧，不要毁了我的脸，不要。知道怕，那以后就老实点。我这人没啥优点，就是护短，也没啥毛病，就是心狠。这话你可都记好了。